点开这个视频的你，一定问过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为什么做不到自律？我不如别人吗？这玩意是天生的吗？其实是因为你并不了解自律。很多人都容易搞混自律和动机的区别。试想一下，你在做你计划要做的事情时，是否总是会有一种今天很特别的心情？比如说，我今天还没有准备好，我今天状态不好，我失恋了，我今天心情不好，然后心安理得地拖到了明天。这是因为你在关注你的感受。自律和动机最大的区别在于，动机关注的是你的感受，是从你出发，你心里想的是我想不想做，而自律关注的是你的系统，不是你的感受。所谓系统，就是你一旦按下了执行开关，它就会按照既定的算法去执行，就像我们的程序一样，它不会管你的天气如何，心情如何，除非它遇到故障才会停下来。自律告诉我们，不管我想不想做，我只是去做。第二，很多人对于自律的第二个错误认知在于搞不清楚自律当中的角色。我们自律的目标是为了生活在你自己设计的生活里，因为我们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们想追逐更好的生活，因此我们需要去坚持做一些事情来达到我们的目标。在这件事情里，一共有两个角色。第一个角色是设计者，他设计了你的目标，以及达到你的目标需要做哪些事情，需要坚持哪些习惯。第二个角色是执行者，一旦设计好了，就按部就班去执行，不要想太多，干就完了。而我们很多人的做法是在还没有搞清楚目标时就盲目执行，在执行时又反过来怀疑自己的目标。比如说，我这样做有意义吗？我这样做有结果吗？坚持自律那么痛苦，我为什么要自律啊？那是因为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搞清楚自己自律的目标是什么，你的动力来源在哪里。有些习惯你只是想起来就去做，没有想起来就不做，你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这不是自律，这是即兴发挥。第三，许多人对于自律的第三个错误认知在于，那些自律的人，他们天生就自律，自律对他们来说没有痛苦，而对我来说却很痛苦，因此我不适合自律，我不是个自律的人。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现在告诉你，这个想法是错的。每一个自律的人都经受了一定的痛苦，他们只是磨砺了自己的韧性，就像我们去健身培养自己的肌肉一样，你只有每天突破一点点，你才能拥有结实的肌肉。如果你连一点点挫折和枯燥都忍受不了，这不是你不行，而是你的情绪肌肉太弱了。下面我就来分享一些锻炼自律的方法，以下的内容都是出于友好的建议，而不是强制要求。你觉得有用就尝试一下，你觉得没有用就划走。那我们开始吧。第一，多做一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刻意去培养自己的情绪肌肉。自律是可以被培养的，我们的大脑是很懒的，它会去追逐舒适，刻意去规避一些不舒适的事情。比如说追剧、刷短视频，为什么会让我们爽？是因为这个活动它本身是在被动的接受信息，我们的大脑不需要主动思考，所以让我们感觉舒适。但是如果你一直追逐舒适的话，你面对无聊和挫折的能力将会降低。反过来，如果你有意识的去训练自己接受不舒适，你的忍耐力就会变高。比如说尝试锻炼，尝试阅读，尝试深度思考，尝试冥想等等，这些活动都是在训练我们的忍耐力。现在科技那么发达，视频那么多，我为什么还是更推荐看书学习？是因为阅读这个活动它本身就是在训练我们忍受无聊和痛苦的一个过程。当你做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你的忍耐力就会上升，你面对挫折的能力就会上升，你的自律力就提高了。其实很多道理都是相通的。一个不会吃辣的人，你让他每天吃一点点辣椒，久而久之他就会变得很能吃辣。一个不会喝酒的人，每天坚持喝一点点酒，他的酒量就会变好。你持续的培养自己做什么，你在那一方面的能力就会变高。如果你想变得自律，你就要刻意去培养自己面对枯燥、无聊和挫折的毅力，因为自律从整体上来说是需要毅力的。而我觉得毅力是做成很多事情的底层能力。虽然说有很多技巧都可以帮我们提升自律，但是如果你没有毅力，一切都是免谈。
第二，抛弃完美主义。完美主义说白了就是害怕失败嘛。我曾经非常的迷恋完美主义，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十足的把握，导致我很多事情都不敢开始。比如说拍视频，我是真的想了很久才开始拍视频。我拍第一个视频的时候，我整整拍了1个周，我拍了大概有10几遍，因为我总觉得自己这里不好，那里不好。但是当我真正剪辑的时候，我看了一遍我所有的素材，我依然只用了我大部分第一天拍摄的素材，因为我觉得我第一天的表现最自然。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第一次拍视频嘛，我的能力边界就在那里，这个能力它本身没有上升，因此不管我再怎么纠结，我越纠结我的表现只会越别扭。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管有多少缺陷发出去，去获得反馈，然后在每一个视频当中去获得微小的成长，而不是纠结第一个视频就要拍到第100个视频那样完美，那是不可能的。我现在已经拍了20多个视频了，我能够明显的看到我第20个视频和我第1个视频之间的进步。但是试想一下，如果我拍第1个视频的时候就过于纠结而不敢发布的话，我可能永远都不会有第20个视频。所以当我现在有完美主义的心态时，我就会告诉我自己，不要去想结果，干就完了。记住，完美主义是你变得更好的路上的最大的绊脚石。完美主义不仅会导致拖延，也会导致焦虑。关于焦虑的话题，我之前也有聊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第三，给自己设定一个公式，只要做了 A， 我就做 B。要开始一个新习惯是很困难的，如果你觉得很难记住你的新习惯，可以尝试在你经常做的事情后面去增加新的习惯。比如说，只要洗了澡我就看书，只要起了床我就背单词，只要吃了饭我就听听力等等。给自己设定一个触发事件，一旦做了某事就开始做另外一件事情，借此来提高自己的行动力。第四，习惯公式，在某某时间某某地点做某某事。我们经常无法自律的原因是我们有了行动的想法，但却没有具体的执行方案。比如说你想学英语，但是你却不知道怎么开始，从哪里开始，每天学多久，这个不知道就成为了你行动的阻力，你就会容易给自己找借口，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我现在没有时间，现在不是最好的时机。其实你缺的不是时机，而是一个具体的执行方案。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公式，比如说在每天早上9点在书桌前背10个单词，这里面的活动你可以随意换成自己的。当你有了具体的行动方案后，你的行动力往往能够大大的提升。第五，从小事做起，不要给自己设定过于宏大的目标。比如说你刚开始学英语就给自己定每天背200个单词，那你肯定是坚持不下去，可能很快就放弃了。你可以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比如说从这周开始我每天背10个单词，下周每天背20个单词，慢慢递增。如果刚开始跑步就给自己定跑5公里、10公里，相信你第2天早上一定是躺在床上哪里也不想去，并且以后再也不想跑步了。你可以从500米、1公里开始。记住，不要给自己设定完不成的目标。在坚持一个习惯初期，你需要的不是挑战，而是成就。试想一下，我们打游戏的时候，刚开始的游戏通关是不是都设定的非常简单？那是因为要给你成就感，激励你继续玩下去。如果这个游戏一开始就设定的很难的话，你可能会直接就放弃这个游戏，这是所有游戏公司都不想看到的。坚持一个习惯也是这样。第六，学会拆分任务。通常我们想要拖延，还会因为我们遇到了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一时之间乱了头绪，一想到这件事情就觉得很混乱、很麻烦，不想开始。比如说即将到来的重要的工作汇报、重要的项目方案等等，你知道它很紧急，你也知道你必须要去做，但就是不想做，越拖延越焦虑，越焦虑越拖延。如果你是这样的，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方法。第一，先把关于这件事情的所有环节写出来，不要去管逻辑，不要去管顺序，一股脑全部写出来。这么做的目的是让你把大脑里的混沌快速的导出来。第二，给他们排序，第1步做什么，第2步做什么，第3步做什么。第三，执行。比如说我一想到我这周要拍15分钟的视频，我就非常的头痛，但是我内心是热爱这件事情的，我也知道我必须要去做，所
所以当我遇到这种情况时，我就会给自己拆分任务。比如说，我会把我所有要做一个视频的步骤全部写出来，拍摄、剪辑、写脚本、找素材等等等等。第二步我会给它排序，比如说第一步写脚本，第二步拍摄，第三步整理素材，第四步剪辑等等。那么当我排好序之后，我就会按部就班去做，不要想太多，这样做了之后能够解决我80%的拖延。第七，学会奖励自己，比如说坚持1个月健身，我就买下那条我喜欢的裙子；坚持1个月写作，我就送自己一个小礼物，让自己在努力的路上有点盼头。毕竟我们坚持自律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吗？不要一直努力而忘了奖励自己。第八，改善环境，也许你并没有察觉，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是巨大的。试想一下，你现在坐在客厅学习，你的对面是一个大电视，你的茶几上放了很多水果和零食，你的背后是柔软的沙发，你的手边是你的手机。那么你可能看不了多久的书，就打开了电视，躺在了沙发上，玩起了手机，还吃着小零食。如果你在图书馆呢，或者是书房，你的手边是书、本子、电脑、明亮的台灯以及干净的书桌，相信你的学习动力会提高很多。这就是环境的力量。所以自律能力较差的人，我非常建议从环境开始改变，给自己一个干净的书桌，有自己的学习空间，把手机放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给自己整一个明亮的台灯。人是很容易被环境影响的。如果你在宿舍，你的室友都爱打游戏、熬夜，而你喜欢看书，可能过不了1个月，你也会开始打游戏，或者根本没有心思看书。如果你改变不了你的环境，可以去图书馆或者是自习室学习。其实很多人选择去图书馆学习，原因也是一样的，因为那里有一群同类人。最后一条，把自己想象成理想当中的人。在 Automatic Habits 这本书里，作者分享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有2个想要戒烟的人，他们有不同的思维模式。第一个人在别人邀请他抽烟时，他说谢谢，我正在戒烟。第二个人在别人邀他抽烟时，他说谢谢，我不会抽烟。你猜结果怎么样？谁的成功率大一点？是第二个人。因为他改变了他对戒烟的认知，与其时刻想着我不能抽烟，我正在戒烟，不如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从来不会抽烟的人。一个从来不会抽烟的人，在别人约他抽烟时，他会怎么回应？一个从来不会抽烟的人，在焦虑的时候会怎么样应对？把自己想象成你想成为的那个人，然后去模仿他的行为，更有可能成功。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你们可以随意的套用在自己的生活里。比如说，你想健身，你想拥有健美的身材，但是每次开始健身都让你非常的痛苦，想要拖延，不如把自己想象成理想当中的运动偶像，他的行为习惯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去坚持锻炼的，可能锻炼是他每天的日常。这样想了之后，那么就有可能驱动你也像他这样去坚持。如果你喜欢写作，那么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自己喜欢的作家，他是怎么样学习的，他是怎么样去坚持他的写作习惯的，带着作家思维去练习，你更有可能成功。好了，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你的观看。如果觉得有用的话，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哦。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